大家好，我还知道起床哦。今天我们来腌咸蛋。这个在超市里面不是随便买吗？为什么要自己腌？可能因为先前受了德国亚超的刺激，咸蛋的价格实在太贵了，一颗咸鸭蛋大概卖到8、9块人民币，有这钱在国内都能吃到蛋黄肉粽了。虽然说亚超里的老干妈也是国内价格的2、3倍，但一盒咸鸭蛋能够我买2瓶老干妈加1大盒新鲜鸡蛋。可以说用鸡蛋研发咸鸭蛋的不竭努力源自于学生时代的抠门。回国后再次重操旧业，则是因为家里的畜牧业产能过剩，我显然低估了3只麻鸭的生产力。它们居住的集体宿舍在前一天经过了改造，新的结构让我失去了远程偷蛋的机会。第一次不得不与母鸡发生正面对峙，我承认这里面有毒的成分。胜利来的要比我想象的轻松，收获的每颗蛋都要仔细的清洗干净，擦干水分，就可以开启我们的腌制之旅了。往浴缸里注入高度白酒，让各位蛋先泡个澡，舒缓一下心情，静静的做个全方位的杀菌 SPA。20分钟后，结束泡澡的蛋，我们就可以让它在盐堆里打个滚儿，再用保鲜膜一颗颗包好。更传统的腌制方法会将蛋泡在盐水里，或者裹在咸咸的泥巴里，原理其实类似，都是用盐把蛋糊起来，同时隔绝空气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。不要睡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等。随着腌制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鸭蛋在悄悄地发生变化，外部的盐逐渐渗入蛋壳内部，生蛋黄慢慢凝固了起来，正中心残留的液体越来越少，直到整颗蛋黄都完全凝固，就算腌成功了。具体时间会根据你蛋的大小以及气温发生变化，偶尔把蛋拿出来暴晒，可以杀菌并提高温度，加速咸蛋的腌制。在煮熟之后，咸蛋黄的外圈逐渐泛出油光，但想要完全没有硬芯或者流油的状态，一般需要腌制更长的时间。所以我腌了3个月。鸡鸭鹅各来一头。我们的蛋雾在里头流了不少汗，保鲜膜里的盐也全都化了。把蛋淋干净就拿去煮，冷水下锅大约煮1刻钟左右。我们可以看到大鹅蛋一直在上面跳舞，那就让它一个人跳去吧。先切鸭蛋，嗒嗒，出油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咸鸭蛋都有个大的空气泡？是因为腌制过程中蛋里的水分会偷偷溜出蛋壳，投靠外面高浓度的盐，导致体积变小。不过脱水的不只有蛋清，水分损失最多的是靠外层的蛋黄。我们可以看到蛋黄里的颗粒们在腌制脱水后变得更紧凑了，一些小油滴趁机从缝里面溜了出来，沙沙油油的可真好吃。接着切鸡蛋。吓死我了。咸鸡蛋不是那么容易流油，除非你家鸡的伙食特别好。普通鸡蛋脂肪含量大概只有鸭蛋的3/4，虽然不是腌制的最佳蛋选，但同样是沙沙的。我们现在把鹅大爷也捞出来。和鸡蛋一样油润润的，虽然没有流油的效果，但蛋黄的大小几乎是鸭蛋的2倍，能吃个够。小时候只喜欢吃油汪汪的蛋黄，总会有人帮忙解决剩下的蛋清，一不小心已经过了餐桌上有只鸡就一定能吃到鸡腿的年纪，甚至已经再找不到当年帮你吃掉咸蛋清的那些人。想到我作为一枚有几10万粉的 UP 主，却未曾发过福利，要不这盒咸蛋清寄给你们好吗？不要就不要。这批货麻烦返工一下。腌制后蛋清的咸度几乎是蛋黄的3倍，除了炒饭做菜当盐食，似乎没有更多的可塑性。又或许只是我们打开的方式不对呢，看能不能找到些更适合它的岗位。很好的起泡性，也就是说腌制后变咸的蛋清甚至更容易被打发，不过用它做成咸味的蛋糕恐怕会被吃的人笑。大家糖粉打发成糖霜，用来做糖霜饼干完全没有问题，吃不出咸味，毕竟大家都是被甜死的。当然因为用的是生蛋清，最好把它们也再烤熟一下。如果蛋清中不小心混入了蛋黄或者太多水分，就不再适合打发了，不如拿它来做面点吧。酵母依旧能在这个咸度中工作和生活，
加入面粉，揉捏成团，经过发酵而变得蓬松的面饼，咸味就适中了。可以包上馅儿，烙成饼，或者稍加装饰，就是一道世界名菜——咸鱼翻身。说错了，仰望星空，还蛮好吃的。再来包小鱼干。不过我最推荐的还是咸蛋清和成的手擀面，因为盐和蛋清都能让面条变筋道，而咸蛋清和的面弹力十足，弹到没朋友。压得越细越好吃。一次做的比较多，可以按人的量冻起来，吃的时候再下。一颗咸蛋清和出来面恰好是1人份。如果咸蛋黄没有其他任务，选择回来陪蛋清的话，那就是最有滋味的1人份拌面。